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们的主播台湾尔南，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老实说系列了。那么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 Karl Malone。在今天这部影片推出之前，有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韦德没有推出老实说系列的影片呢？”不是，韦德的角色那个时候强成那样。到底要老实说什么？没什么好老实说的吧。但是 Karl Malone 这个角色，我们就可以来大谈特谈了。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各位分享这个角色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痛点。那么话不多说，影片启动。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那么当然呢，还是要先出示一下自己的话语权啊。目前因为马龙这个角色操作非常的简单，所以呢，他的积分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啊。第一名已经来到了15000多分，哇，这些人是怎么样啊？真的很闲欸，每天都在打游戏。目前呢，我的马龙呢，在有限的时间内呢，玩到是43名。当然呢，全服百强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太准确的，所以这个各位稍微参考一下就好。但我认为超巨单排积分的排行榜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可信度的哦。目前我是属于第59名，所以这也可以显示这个角色他的单排实力呢是非常强的哦。尤其是在我大部分的场次都是单排的状态下呢，可以来到70%的胜率。这个角色实际的强度到底如何呢？我的结论是非常的强。那么不管是大家在直播上面看到我在打，或者是呢我自己私下在单排呢，我都觉得这个角色不管是单排还是3排，它都有非常非常高的强度在。强度高那就算了，它的操作的难易度呢，可以说是超级简单的一只角色。基本上呢，你只要对你的对位防守者之间的距离稍微把控好，你都是可以轻松一键上分的。队友正常不在那边炒菜，乖乖把球交给你中单的场次呢，都是可以稳拿下来的。所以由此就可知这个角色到底有多么强大了，对吧？那么另外，这只角色它也是一个造价极度便宜的角色哦。基本上你只要2强化，它就可以出场了。所以我可以说，这个角色它是一个人人都必须要拥有的角色，并且啊，你平常的角色池只有1号位跟2号位的话，假设你想要补一个3号位或者是全能位，那么你绝对可以把马龙这个角色抽出来，并且冲到2强化就够了。在所有的场合，它都绝对能够派上用场，是一个兼容性非常强大的角色。那么为什么要开到2强化才能上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2强化，它在每次成为进攻方时会立即获得50%的被动充能，也就是说，原本你需要等待8秒的时间，它会直接变成4秒钟的时间，所以这个就会让你在进攻回合当中总共有2次使命必达被动叠满的进攻机会。那么在使命必达填满之后，它的命中率跟它的碰撞范围变得有多夸张，这个相信就不用我再多说了。那么当然你说，如果你想要凑到4强化或者是6强化，可不可以呢？绝对可以，尤其是啊，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各位可以把它冲到满强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会跟它的能量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它用能量到底要用来做什么事情。那么我自己的潜能呢，都是固定在这一套，中投加16就够了，不用再多，然后篮板加22，基本上你只要在使命必达的被动状态下，它中投是不会铁的。注意哦，是不会铁的。我目前为止在使命必达的状态下，它中投还没有铁过，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灌篮是有可能会铁的。那再来篮板22的状况下呢，我觉得他的篮板事实上是可以跟很多的一线中锋角色去达到5-5开的，是非常强大的哦。尤其是他本身有这个卡位绕挡的技能，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好用的。有的时候呢，你虽然位置没有很好，可是你却可以硬滚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去进行抢篮板。另外，当你如果开到满强化之后，除了原本的直升机花式篮板之外，你还会再多一个霸气窄板。那这个就跟 Hakeem Olajuwon 一样，是一个有双直升机快速篮板技能角色哦。所以你说他的篮板会不会输给罗德曼，会不会输给大梦或其他中锋呢？我认为他一点都不会输给其他的中锋，甚至大多时候都是更好抢的。好，那么进攻的部分呢，我相信应该不用我多解说这个角色的进攻有多简单，大家看我的直播或者是自己上去练习场稍微操作一下，你应该都知道这个角色要怎么玩。基本的起手式就是当对面呢在要贴近你去守你的中投的时候呢，用一个假投碰撞的这个技能去撞到对方之后呢，来一个后仰勾手，或者是冲进去灌篮。但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呢，在这个使命必达填满的状态下呢，
去做这个假头，然后碰撞，再做一个后撤勾手。这一招呢，基本上是不会铁的，而且它的干扰区变得非常的小，所以就算对面的第2个防守者想要来协防你这一招呢，也是非常困难，除非他有 dash 这个技能。有一些人他够聪明，他会让你以为他已经失位，他会在你接球的那一瞬间呢，直接冲到你的面前，让你吃到干扰，所以这样就有点像是心理博弈的操作，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会用超节来躲你的撞，那么这个也是马龙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哦。尤其是当你这个使命必达的被动叠满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发动任何一次这个碰撞，你的使命必达就会重新计算。这个时候就是马龙进攻最弱势的地方，在这个状态下，你的队友就必须要跳出来帮助你们这一队进行得分了，要不然就要再重新等待8秒的时间，再来重新组织一次进攻。但是通常这个时候时间已经不太够了，所以这个是马龙他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但是他仍然瑕不掩瑜，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角色哦。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大的话，你也可以马上使用钢筋铁骨，然后把我们的被动直接叠满，再来组织一次进攻哦。但是我个人非常不推荐各位把大招使用在进攻的时候，因为卡尔马龙他的大招用在防守非常的恶心。很多人说马龙他防守攻框或防守投篮的技能只有240度，以一个中锋或大前锋的水准来说，根本就不够用。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真正的事实是他根本没有需要360度的盖帽就可以封锁死大部分的灌篮跟上篮技能了。原因是因为这个技能特性，防守回合内只要开启大招的话呢，马龙处于持球对手受干扰范围内，持球对手使用任意灌篮、上篮技能均会触发勉强上篮。什么叫勉强上篮？就是各位有的时候会看到像那种突然大拉杆的姿势啊，那个就是所谓的勉强上篮。那在那个勉强上篮的状态下呢，基本上呢进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而且会变得非常好冒。这就是这个角色防守大招最恶心的地方了，他几乎把所有的花式技能、所有的灌篮技能、上篮技能全都废了。像很多时候不是有一些人会快打吗？比如说用 Jaylen Brown、用雷纳德来快打拆弹，但这些技能只要碰到 Karl Malone 全部下去。比如说你遇到罗斯，开着大招在他的面前，他就会变成勉强上篮。没有错，你不需要站在他的小圈圈里面，你只要站在他的干扰区内，他就会变成勉强上篮了。或者是对面如果要出 Aaron Gordon 的灌篮阵呢，一样开了个大招在他的面前，他就会变成勉强上篮了。哪怕今天你是遇到了 Olajuwon， 他把你骗起来了，事实上你连跳都不用跳，你只要开着大招站在他的面前，他就不敢出手了，因为这招的判定同样也吃到大梦的所有攻框动作，所以你就知道这招有多恶心了吧？这就是马龙这个角色最强大的地方，就是他的防守大招因为你知道单中大梦呢，往往一球是防不住的，但是再怎么样打，他就是2分而已。你只要哪怕是手下他的任何一球，这场比赛就会出现明显的变数。所以这就是我认为这个角色他的防守最强大的地方了。好，那么阵容搭配的部分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单中就是一个1号位，一个2号位，再搭配一个马龙。那么最理想的状态呢，是配一个有防守能力的1号位，比如说亚历山大，比如说韦德，再加上一个有3分拉空间能力的2号位，马龙就可以打得非常舒服哦。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他可不可以搭配一个具有3分能力的3号位呢？也可以，这个阵容出来呢，基本上就是可以保板的一个阵容。所以马龙他对于各种阵容的适配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高，他几乎可以适应任何不同类型的阵容。所以就阵容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也不用过多的讨论。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他怕哪些角色。就我自己打下来的体感而言呢，他最怕的就是拥有 dash 技能的角色，比如说 Leonard， 比如说吉巴，比如说Paul Pierce， 比如说罗德曼也有着一手冲刺技能哦。这些角色呢，我觉得都是他比较害怕的角色，因为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真的不小心预测距离错误，让他 dash 到你的面前，导致你吃了一个干扰，失掉一个球权哦。但是意外的还有一个角色，他也非常的怕，那就是基德。因为大家都知道，马龙的撞其实是可以靠超节来闪躲的。那么基德他在对手接到球的短时间内，他的超节速度会大幅增加。在这个状态下呢，他就可以去利用超节来规避你之外，还可以有一手
包夹你、撞停你的技能哦。所以我认为呢，你如果想要限制马龙呢，这几只角色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那你说，既然马龙这个角色这么强，这个游戏会不会过多的不平衡呢？相信不只是我，很多玩家都感受到这个版本大概是最近这几个版本当中最好玩的一个版本了。因为就算马龙再强，你再怎么守不住，顶多就是2分。比起上一个大3分韦德时代呢，我觉得这个版本相对来说算是舒服很多。尤其是韦德的3分已经被砍成狗了吧，对吧？那么最后做个总结哦，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各位玩家都可以去入手一只马龙的，不用高突破，你只需要2强化就够了。这个角色就可以让你的选角灵活度变得非常的高，而不再只是进去里面之后，你只能打1号位或只能打2号位，而缺少了3号位哦。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部马龙老实说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是谭婉兰，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